大家好，我是小马，欢迎收看我的爱马仕购买攻略。刚入坑的时候呢，很多人都会纠结，人生第一支爱马仕该怎么选呢？从花园包、小水桶这些入门款开始入手，还是一步到位直接买 Birkin Kelly 呢？这期视频我总结了大家买包纠结最多的10个问题，包括一些关于买二手包的建议，希望对你能有所参考。第一个问题，第一支包买入门款还是一步到位？预算允许的情况下，我建议是一步到位，因为这么多年用包过来 Birkin 和 Kelly 是很保值的，即使有贬值，贬值率也是比较低的，这一点其他的包款是没有办法比的。提到爱马仕，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 Birkin 和 Kelly， 一些商务聚会的场合当然是比像花园包啊、令迪啊这种更拿得出手。推荐买一支平时各种场合都可以拎的，一直耐用的颜色，比如说像黑色、金棕色、大象灰这3大金刚色。当然，如果预算不够买 Birkin Kelly， 我会选这个Bolide。一是它形状的设计是比较低调的，是从1923年沿用下来的经典款；二是呢，它是有肩带的，可以肩背，然后也可以手拎，在实用性上可以代替 Birkin 和 Kelly， 但价位只有它们的1/3或者是一半都不到。现在各个大牌的奢侈品也涨价非常的多，香奈儿的经典款也动辄是5、6万人民币。有的人觉得不如用同样的钱去买一支爱马仕，我个人觉得呢未必。还是看个人的喜好。虽然1万多人民币也能买一支入门款的爱马仕，但如果是单纯为了拥有，不如把钱存下来买一个自己喜欢的。接下来第二个问题，那是现在买还是等降价再买？果断的告诉大家，现在买，等不到降价。我自己入坑呢已经快10年了，一路看下来，只要是你看得上眼的款式，基本上是没有降过价的。我遇到过涨幅最大的千禧娃娃豆乳，从推出到现在过了20年，市场价值攀升了快10倍，是不是很夸张啊？之前我有给大家分析过经典款和收藏款的市场趋势，完整的视频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观看。BK 系以外的包款，比如说像令迪，价格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，我个人觉得也没有必要等。我们经常说活在当下，用包也是用在当下。今天想买包的心情，用今天的钱去满足，当然啊是预算允许的情况下。下一个大家永恒关心的问题，想要买 Birkin Kelly 是在一个 SA 手里一直买，还是各个专柜到处去碰碰运气？如果你的 SA 靠谱的话，还是在他手里一直买是比较好的。同一个城市不同地点的店都可以去看一看，但是同一家店只能找一位店员担当，同一家店换人很多是非常忌讳的。不要以为来往的客人多，店员不一定能记得你，他肯定会记得的。前段时间北京一家门店不是有客人举牌抗议嘛，配货不给包，这样大家有在网上看到吧？遇到这种情况，或者是第一次进店消费，随便找了位小白店员，建议你可以换一个专柜，重新找一位有眼缘的，在店里有拿包权利的 SA。 如果你在 Birkin 和 Kelly 之间摇摆不定，选谁好呢？首先我觉得有实力买到 Birkin 或者 Kelly 的客人都是自己有判断力的，基本是看个人的喜好，或者从实用性和自己的穿搭风格来进行选择。第一支包我觉得买一个自己喜欢的能常用到的 Birkin，后悔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，因为 Birkin 毕竟是爱马仕的象征和代表嘛，可能你买了一个 Kelly 还会惦记着 Birkin， 不如一步到位拥有经典款，之后有预算的情况下再去买另外一个 Kelly。Birkin 的包型方方正正的，比较偏正式，而且呢这样敞口拎着，然后这样拿东西的情况下，不用把扣子盖上，也不用扭起来，所以我上班的情况下，我是基本会选择 Birkin 的。参加派对拎 Birkin，在用爱马仕的圈子里也不足为怪。25厘米的小尺寸，手柄这里呢就是有点窄，这个胳膊伸进去是有点困难的。基本上的话都是只能手拎，不是很方便，但是气场和外观是满分。一般我周末出门背 Kelly 是比较多的，因为它是有肩带的，可以解放双手，也能手拎。
尤其 Togo 皮和 TC 皮的内缝 K 里，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有休闲感的。如果颜色不是很鲜艳的情况下，也可以上班使用。我最近比较偏爱外面带口袋的 Lucky's， 它的肩带呢是比较宽的，背起来更方便。外面的口袋呢可以放消毒湿巾和手机，也可以那样随手的拿。我自己的这一支呢是32厘米的。一般大家纠结最多的还是 K 里25还是28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两个尺寸，或者是说 Barking 是选25厘米还是选30厘米？这个问题呢，我个人觉得首先还是要看个人的喜好，看你自己的身高、形体和平时的穿搭风格，不同的尺寸拎在手上各有千秋。夏天穿得比较单薄。Barking 拎25厘米的视觉上是比较和谐的。秋冬如果穿大衣，我更喜欢是30厘米的，可以装的相对来说更多一点。K 里呢，我觉得也是一样的，一是看自己的喜好，二是看身高和气场。我个人的建议，1.65米以下身高的，东西又不是很多的，平时拍照啊、凹造型啊，选择 K 里25厘米，非常的小巧精致。那么身高165以上的 K 里28厘米是挺适中的一个尺寸。通勤背 K 里28感觉会舒服一点，心情上呢会放松一点，而且比25厘米更好掏东西。它能放下这个 iPad， 然后能放下平时用的这个笔记本，然后还有口罩。如果驾驭得了，我更希望呢可以拎35厘米的 Barking。我个人觉得呢，它非常的有气场，而且呢大尺寸特别的能装，不会把包撑的那种鼓鼓的，留有空间，也是一种挺帅的拎法。欧美明星呢有很多这种机场照，但是我一拎呢腿就感觉盖了一半啊，就是驾驭不了。选尺寸呢，我觉得和年龄没有关系。拎的就是一个心态，心里永远20岁。我家楼下呢有一个日本的老太太，个子非常的矮，大概1.5米左右吧，专门拎那种亮色的大尺寸的35厘米的鳄鱼，看着非常的贵气，非常的有福气。下一个问题是选内缝呢，还是选外缝呢？大家普遍印象外缝的市场价值是更高，因为它产量更少，所以买 K 里要买外缝的。不一定哈，人气的呢还是翼皮和 Box 皮。不看皮质的话，我会选内缝的，像这种 Togo 皮的这个内缝的 K 里。外缝的形状是更硬挺的，内缝感觉非常的这个随意。外缝因为走线在外面，其实视觉感官呢看上去会比内缝感觉会大一点点，但不是会很明显，实际上它们俩的容量是完全一样的。Barking 虽然也出了外缝，第一眼感觉就是哇 Barking 出外缝了，但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内缝的，因为它呢比较经典，而且现在外缝的数量出的越来越多，有点变成常规款了。外缝因为在做工上需要工匠花费很长的时间，同样尺寸会比内缝价位稍微贵一点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硬挺的外缝的这种感觉，可以多花一点钱买外缝，把它当做普通使用款里边的收藏款也是不错的。常见的皮质呢，之前我在哪些包买到就是赚那期里有讲过，市场价值排名呢是 Togo 大于 Epson 大于 TC， 山羊皮大于 Box 皮大于 S 皮。哪个皮重量比较轻，哪个更耐磨呢？ S 皮呢是比较轻的，这只是 S 皮的，是比较柔软的。那么 Box 皮呢是比较重的，这只是 Box 皮，它是比较重的。TC 皮比 Togo 重一点点，但是拎起来感觉是差不多的，没有很明显的差别。山羊皮的重量也和 Togo 皮是差不多的，都不是很重。耐磨程度上，这个 Box 皮是最不耐磨的，很容易有这种指甲印啊或者小的划痕，但是有一点轻微的使用痕迹，一点划伤其实是更好看的，懂这个皮质的人都能够欣赏它。那最耐磨的皮质呢是 Epson 皮，然后 TC 皮和 Togo 这种纹路表面有颗粒感的这种皮质相对都比较耐用。下雨天拎 Togo 皮或者 Epson 皮的包，稍微淋一点雨，擦一擦其实就没有了，就干了。下一个问题，
哪些颜色可以果断入手？首先，3大金刚色的黄金尺寸，不管是不是自用，遇到我觉得都可以拿下。注意啊，是25、28、30这些黄金尺寸，因为即使你不想用了，转手也是很保值的。其他颜色自用完全看个人的喜好。如果考虑将来转手的价值，我稍后给大家单独录一期颜色篇，每个颜色里都会有所谓的值钱和不值钱。像樱花粉、珍珠灰，还有纯白色，还有一些中性的冷色系，都是非常保值的。那我想买 Birkin Kelly 又不想和别人创包，我怎么能买到限量款呢？专柜新出的限量款肯定是会优先给 VIP 客人，上来就跟专柜说我要限量款，这个是不太可能的。就好比你上来问店员要马蹄印的特殊定制，但是可以在二手市场上去找一找，去各大拍卖行去竞标，运气好的话，在好的时机、好的中古店也有可能会遇到全新的限量款。在中古店里不都是中古包，也有全新的别人买回来没有用过的包。如果你在专柜一直拿不到包，可以考虑要不要去中古店逛一逛。什么样的中古包推荐买呢？首先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能接受中古包，但是要买一个别人用过的，你自己心里最大的防线就是能不能接受，这是一个门槛。能接受的情况下，我还是比较推荐的，因为选择呢它是比较多，那么多数量的包去专柜是看都看不到的。如果你想要性价比，比如在专柜价折合成人民币10万左右的裸包，只拎出去参加一次活动，这种在日本中古店折合成人民币大概8、9万左右就是可以买到的，在性价比上也是很划算的。第二种是绝版的款式，专柜不出的款式也可以买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复古包，过了几十年在专柜找不到这种款式的，可以在中古店里淘一淘。哪种成色的中古包性价比最高？我觉得是日本的 A 浪古，未使用 SA 级别，基本上是金属的这个部分的五金是撕磨了，但是没有用过，跟全新比没有太大的差价。所谓 A 浪古，相当于是你买了一只新包，可能用了几次，在价格上却是7、8折优惠的感觉。B 和 C 浪古呢，虽然是价位很便宜，但是成色真的是比较差。愿意等的话，可以带去爱马仕专柜给它做个护理，等个大半年以上可以用上，性价比也是很高的。有的人用包不喜欢那种嘎嘎新的，喜欢比较有旧的那种味道。还有真的是遇到价位很便宜或者停产的款式，有钱也买不到了，可以考虑 BC 浪古的。买的二手包转卖能赚到钱吗？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。当时买当时转，正常是不会赚钱的。可能你用了2、3年以后，突然发现，哎，我之前买的这个包又涨价了。买包毕竟不是为了赚钱而买的，是为了用它才买的，性质还是以实用性为主。跟买房一样，懂的人觉得，哎，这套房将来的升值空间可能是比较大的，但是首先要满足我们的居住需求。至于赚不赚钱呢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附加的价值。相对来说，成色越新，回收价给的就会越高。买什么款式、什么成色一定能赚钱，这是没有绝对的，都是花钱买出来的经验。买稀有皮的二手包一般是不带鳄鱼证书的，那么没有这个鳄鱼证书能买吗？过海关会不会被没收？我个人觉得是可以买的，正常要有这个鳄鱼证书才能够过关，但是呢证书也是有期限的，不带证书只拎一个自用，还没遇到过不让过关的，目前为止。那么除了包，爱马仕还有什么商品在中古店买更实惠呢？如果你喜欢爱马仕的碟子啊、碗啊、衣服啊、丝巾啊等等这些家居的东西，在中古店买会便宜很多，甚至有的像全新的那种钻石的项链都是在专柜的半价以下的。领带和丝巾肯定是比专柜也便宜很多，钱包也比专柜便宜，尤其是那种鳄鱼皮的钱包也是便宜很多的。
日本人也很喜欢在中古店买配货，送人也看不出来不是专柜买的，全套包装和专柜是一模一样的。说到配货，有很多人问爱马仕的手表值不值得买。戴爱马仕的手表项链，第一反应就是它是不是配货，因为它在手表里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江湖地位，代表不了手表界的什么身份。同样价位，你可以买一个很有名气的手表品牌，但是设计可能就比较老气。爱马仕有些款式的手表作为装饰表，外观还是蛮时尚的，跟手镯一样的感觉，搭配衣服也是可以买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总结出来大家买第一只爱马仕纠结最多的问题。那怎么能买到 Birkin Kelly？ 怎么有效配货？稀有皮包怎么选？怎么拿到特殊定制的名额？这些话题大家可以翻看我之前的经验分享。你还想看什么视频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记得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